比特币冲刺前高失败过后，会迎来回调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从日线来看呢，如果我们纵观比特币过往的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多头行情跟空头行情它的走势呢是不尽相同的。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过去1年的熊市以来呢，就是我们从69000一直跌到最低15500左右的这段跌幅呢，其实我们是分成非常多个不一样的箱体，然后慢慢的派发干净的。所以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其实庄家他做的最主要的行为就是走成箱体派发完之后，然后下跌；走成箱体派发完之后，然后下跌。因为庄家他总希望可以把货卖在比较好的价位，所以它会形成箱体，然后等人接盘之后呢，然后再下跌。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过去的这1年的熊市当中呢，我们形成了非常多的派发箱体。那其实我们当时呢，我们会判断熊市结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形成的箱体之后，我们没有下破了。那既然没有下破，我们的派发结束了，那是不是代表我们的熊市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把过往的这轮下跌的周期呢给走完了。这个是我们当时呢在19000左右抄底最核心的逻辑。但是呢，跟熊市对比牛市它上涨的过程呢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过往的牛市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都是直接的上涨。上涨之后呢，然后杀多头、杀高杠杆，就继续上涨，结束了，就这样。它中间并没有形成什么箱体然后要去派发，并没有的，或者说再重新吸收，并没有的。我们是已经在很底部的位置吸够了筹码之后呢，然后我们才往上走的。所以我们在运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直接往上涨，然后顶多杀个高杠杆，杀个追多的人，然后就走了。那你也可以发现，我们在更前面的多头行情呢也是如此的。就是你可以发现呢，上涨之后，杀个高杠杆，杀个追多的人然后我们继续上涨它中间并没有形成可以划分成连续几个箱体之后，然后突破向上，它是并没有这种情况所以牛市跟熊市呢，其实真的走得很不一样然后我们走到了4万之后呢，再直接杀到3万，把高杠杆追多的人全部杀完之后，然后我们再直接走到6万，并且我们的第一波上涨就看到终点了。那当然了，我们在过去的小牛市呢，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你可以发现，我们中间呢，它有停留，然后这边直接杀多头之后上涨就结束了。它并不是分成很多个箱体，像我们之前所看到熊市那样子的。所以其实牛市的上涨过程呢，它的特色跟熊市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我们只观察我们从15500一直到3万1左右的这段上涨，就是这一段它其实很符合我们之前多头行情上涨的特征，也就是上涨之后呢，底部的箱体吸筹完之后发动行情之后，好，追多的人多了，高杠杆的人多了，那杀完杠杆之后发车直接走，中间并没有经历过箱体然后再突破向上什么的。这当然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呢，中间这个箱体它确实在我们这段行情当中呢，它有一点令人疑惑的原因。那当然了，我们突破3万2之后，这毋庸置疑，我们是开启了一段新的多头崭新的多头就是我们前面所走的这个箱体它就是发挥效益了，它是一个再吸筹的过程。那往上走之后呢，我相信如果说它直接往上走的话，我认为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那它也没有必要再形成一个箱体，因为它在下方已经吸收够了。所以我认为就是2种走势。第一种就是我们下杀之后呢，然后直接往上，而且下杀的速度必须很快有一点类似呢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样子的下杀，速度必须是快的，不然这些杠杆它可能就会慢慢跑掉了，或者是我们刚刚所复盘看到的几次的下杀，为了杀杠杆杀多头用的。那或者是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直接就上涨了，直接就是从这个位置呢，并不用过多的停留，并不用过多的回调呢，就直接上涨。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如果直接上涨的话，我个人是不会感到意外的。那当然了，如果说它在这里有一些回调的话，我相信呢，对我们交易者来说是最好的。当然了，我现在是持有现货，它直接上去的话，我一样也是没问题的，肯定是盈利的。但如果说有一个回调的机会的话，那我就会把我剩下的一些资金买在更好的一些点位，或者说我们可以在它往下杀杠杆的时候呢，可以建立一个好的多头仓位。尤其如果我们见到这种快速下跌之后，然后又迅速拉起来的这种行为的话呢，在一段多头行情当中，这种行情我认为是可以直接做进去的。
好，那我们从4小时来看，它确实是有出现一些风险，因为你可以看我们其实对前高呢36000的位置已经连续2次失败了。第一次呢，我们冲高之后，然后回落。那我们测试第2次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昨天呢，我们也一样又回到了35000。其实大家也不要小看这1000美金左右的距离了，其实在比特币来看也是不小。尤其我们是对前高连续做了2次假突破，那很有可能就代表庄家他现在还不想上去了。如果他现在就想上去，那么他没有必要把这些多头的队友给干掉，因为多头的队友呢其实是会帮助这个盘面拉升的。那当然干掉是这些追多的人，因为追多的人他有可能会平仓的很快，那就会造成庄家拉盘的困难嘛。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可以再看到 MACD 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发现其实我们虽然说呢它没有出现双重的顶背离但我们在这个位置它确实是有出现一次背离的，有一次的顶背离。那我们第2次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行情后面呢它确实价格没有新高，但基本上在一样的价位。那我们的 MACD 呢，它又创出了一个更低的高点那这就可以表明我们其实有见到一个顶部的信号了。我认为这在 MACD 上呢，绝对是一个顶部的信号。尤其我们又对36000做了2次的假突破，我认为在这里呢，多头是有一些风险的。当然，它什么时候我们能说它发酵呢？就是它下破了这个趋势线的时候，下破趋势线，那我们就可以说明这一次的回调呢，很有可能会发酵了。那下破的时候呢，我们的 MACD 它也会顺势的穿过0轴，然后开启一段的回调。那这个时候就会是抄底的机会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S&P 500吧，就是标普百。之前呢，我们出现了一个头肩，我相信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头肩出现过后呢，我们也确实回踩之后下破了。我认为这个走的其实是非常的巧妙我们可以发现呢，这里是头肩的颈线嘛，那下破之后呢，回踩，然后暴跌，然后暴跌呢，我们直接走到了目标价。然后当然了，这个方法它是比较阳春，但是它不一定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目标价是完美的达到了。那它回来到颈线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现，回到颈线的时候，它是已经经历过回调的，那就可以表示我们在这个位置，它确实是可以开启一波新的多头行情，因为回调已经结束了。那如果说回调还没有结束，我们不应该再重新回到颈线的位置，让上方套牢的筹码呢给解套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呢，在日线上呢，也正在靠近一条趋势线。那如果说这里突破的话，我相信美股呢也会迎来我们下一波的上涨行情那说不定就带随着比特币一起。那如果大家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你就会获得30美金的现金，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了，你完全不用交易，你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你就可以把30美金提走，不用交易。那 Bitget 你现在只要交易的话呢，做任何一笔交易就送你20美金的体验金这个是最新的活动。那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